上周末，几个朋友约着去滑雪，我因为身体不适没去，老公严子婷便和他们一起去了。起初天气还好，可到了下午，雪越下越大，我坐在屋里心神不宁，不停地看表，担心他们的安全。晚上10点多，严子婷终于回来了。他脸色苍白，一进门就拉着我要下山找救援队，说朋友们遭遇了雪崩，可能已经遇难了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来不及多想，就被他拽着出了门。赶到救援中心已经是深夜，工作人员说夜晚搜寻难度太大，加上暴雪天气，必须等天亮才能行动。我坐在大厅里，心乱如麻，便起身到门外透气。可就在我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看到了那几个朋友，他们正站在门口，见到我立马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安慰我，说我老公严子婷掉下了山崖，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我顿时头懵，眼前一黑，晕倒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我已经躺在救援中心的房间里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这时我手机收到了一封邮件，而时间是0点，邮件内容是你老公不是你老公。我脑袋嗡了一声，心中疑惑到底是谁在恶作剧，这恶作剧一点也不好玩。然而第二天的早上，你老公不是你老公，你要小心了。我看着电脑屏幕，邮件里的匿名来信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这已经是我收到的第4封邮件了，短短的1个星期，4封一模一样的邮件，一字不落。我落在键盘上的手颤抖着，最终鼓起了勇气回复了邮件。你是谁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恶作剧好玩吗？然后这条回复就像是石沉大海了一般。在之后的1个星期，不光没有收到让我满意的答复，甚至同样的邮件依旧不断。我看着邮箱里的内容，你老公不是你老公，不要相信他，他会要了你的命。我的心咯噔了一下，直到咚的一声，卧室门打开，我都没回过神来。我老公严子婷回来了，看着我面色煞白，额头挂着汗水，他担忧地上前，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，问我怎么了，为什么给他打电话都不接。他问我还没退烧吗？这段日子被这匿名邮件闹的，我几乎是没合过眼睛，原本就体质差的我，更是连着发了几天的高烧。我说我没事儿，就是有点累。我顺势关掉了页面，扯出一抹虚弱的淡笑，然后拿过了旁边的手机，看了一眼，上面确实有连着几个未接来电，都是严子婷打来的。我说可能是我静音了，没注意到吧。我扯谎了，赶忙将手机又放到了一旁，然后故作镇定问他怎么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严子婷说下午不是约了心理医生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门了。严子婷用眼角余光扫了眼我丢在床边的手机，然后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，起身就开始帮我整理挎包，资料都是他早几天就准备好了的，直接装进了包里，就把我拉了起来。他催我快走吧，让人家医生等太久不好。说着就拉着我出了家门，一路驱车前往了位于市中心的一家心理诊所。到了心理诊所，一位个子高挑，戴着眼镜，穿着白大褂，看起来温文儒雅的男人就出现在了办公室里。严子婷向其大夫介绍我，这是我妻子子墨，说我前段日子收到了几封匿名邮件，现在每天都心事重重，问能不能帮我排解排解。严子婷客套地和齐大夫说着，顺手就将我安置在了旁边的椅子上。齐大夫看起来很好说话，淡淡一笑，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，然后让我躺下，说先给我催眠看看。齐大夫一边说，一边拿起旁边的遥控一按，我坐着的椅子背就缓缓地朝后倒去，我整个人顺势躺在了椅子上。紧接着齐大夫就拿出来一个钟摆放在了我面前，旁边放着一个沙漏，随着钟摆开始摆动，齐大夫又拿出一个透明的小玻璃瓶放在了我的鼻子下，我能看出瓶子内是绿色的液体，味道不刺鼻，但让人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。很快我就觉得眼皮沉重的厉害，紧接着就像是睡着了一样，陷入了黑暗之中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。严子婷和齐大夫坐在一旁，不知道在聊些什么。看我醒来之后，突然就停下了交流。严子婷期待地问我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眼睛还有些模糊，看着他们2个人都是双影，但是脑袋却轻了许多。我说好像好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催眠起了作用，总觉得脑袋里承受的东西似乎比之前少了许多，甚至有种空白的感觉。缓了一会儿后，视线逐渐变得清晰。齐大夫上前打量着我，问我那我还记得之前发生过什么吗？我听他这话不由得一愣，试图回想之前发生了什么，然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，甚至把邮件的事情也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我眉心微皱，摇了摇头，我说想不起来，之前发生过什么吗？见我这副样子，齐大夫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旁的严子婷更是露出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，也满意的笑了起来。严子婷说那就好那就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带他回去了，麻烦你了齐大夫。齐大夫说应该的应该的。齐大夫依旧一副温文儒雅的笑意，
送我和严子婷出了诊所。紧接着外面就打起了雷，严子婷说要下雨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严子婷似乎很兴奋，不由我说什么，直接就把我塞进了车里，驱车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严子婷迫不及待地要我睡觉，我原本就昏昏沉沉，经她一哄，也就沾枕头就着了。睡梦之中，我迷迷糊糊，似乎有人在我耳边吹凉风，我冷得打了个寒战，想裹紧被子翻个身，可是当我一翻身，就看到房门开了条缝，昏暗的灯光从门缝照进了屋里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侧，空的，严子婷不在。这个时间她出去干嘛了？我带着疑惑翻身下床，蹑手蹑脚走到门边，缓慢地拉开了门，就听到楼下有人说话的声音。我擦着墙边走到了楼梯口，昏暗的一楼却并没有开灯，我能听到说话的两个人就距离我不远的地方，似乎是沙发的方向。我躲在暗处仔细地听着，只听熟悉的声音说时机还没到，还不能动手。这声音是严子婷的，我很熟悉。另一个声音紧接着低声说再不动手可就来不及了，没时间了。那声音略微熟悉，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白天的齐大夫。齐大夫这个时间来我家做什么？他和我老公到底在谈论什么事情？对谁动手？我吗？我心一颤，身子一抖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下，刚好就撞到了一旁的花瓶，砰的一声，花瓶倒地4分5裂，而我一惊刚想转身跑，就被人拉住了胳膊，扼住了脖子。紧接着就是严子婷的声音，严子婷说别给他用那个就行。话音刚落，我的脖颈处就是一阵刺痛，紧接着是一阵酥麻，不知道他们给我打了什么东西，我便昏睡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间，已然是在自己的大床上。我猛地惊起，慌乱地打量四周，是自己的卧室，而一旁的严子婷正端着一碗药坐下。我警惕地瞪着她，身子下意识地后移。严子婷看我这样子，淡淡一笑，然后温柔地开口说我这2天梦魇的厉害，她找齐大夫开了点安神的汤药，让我把药喝了，对我的病有好处。看着严子婷缓缓地朝我靠近，那碗药也越来越近，我惊恐万分，猛地一抬手就直接把药碗打翻在了地上。紧接着我一阵慌乱的挥打，我大喊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我扯着脖子喊着，声音比之前沙哑了许多。严子婷喊着我的名字，说是我，让我别怕，冷静，冷静。在我又是喊又是挥手，想要逃跑的时候，严子婷一把把我搂在了怀里，熟悉的温暖却让我心里越发的发寒。我喊着让她放开我，别杀我，别杀我。我在她怀里不断的挣扎着，直到脖子处再次一抹刺痛袭来，我再次沉沉的昏睡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过了3天，严子婷依旧守在我的床边，可此刻的我已经因为之前的折腾没了力气，躺在床上，脸色煞白，蓬头垢面，犹如将死之人。看我醒来，严子婷似是松了一口气，靠近帮我掖了掖被子，然后再次把药端了过来。严子婷说这药我不能不喝，再不喝，我的病情可就加重了。听严子婷这么说，我的眸子无神地看着她，自己都能感觉到空洞。她这话我是不信的，与其说我是有病需要吃药，倒不如说是因为吃了她的药，我才有病的。心里万般抗拒，可是终究力量悬殊，我被她从被窝中扶了起来，靠在床头，喝下了她手中的药。十分疲惫发软的身子让我在卧室里躺了整整2天，2天之后我才能下地走动。趁着严子婷外出上班的时候，我有机会重新打开我的电脑了。可是当我一登录我的邮箱，我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甚至连历史记录以及垃圾箱里的邮件都被人清空了。我一时之间就猜到了是严子婷，她清空了我邮箱里的所有邮件，她到底要隐瞒什么？既然自己的电脑里找不到什么线索了，我便起身去了严子婷的卧室。严子婷的卧室收拾得十分整齐，我有的时候会感叹，居然会有男人每天定时定点地打扫自己的房间到一尘不染的程度。他的房间不允许我打扫，所以很多东西摆放的地方我都不知道，只能一点点地翻找，然后再一点点地恢复成原样。就这样，我浪费了4个小时的时间，也没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直到楼下传来了动静，我知道是严子婷回来了，便赶忙整理好了她的房间，快步离开。回到自己房间后，我率先将笔记本电脑合上，然后上床钻进了被窝，一副昏昏沉沉没睡醒的样子。严子婷进来看到我这样，果然没有起疑心，将2瓶新带回来的药放在我床头后便又出去了。我知道那是齐大夫给他的，说是帮我改善精神状况和睡眠质量的心理药物，但我也清楚事情没那么简单，那药也没那么简单。趁着严子婷离开的空档，我将药瓶里的药都倒了出来，替换了与其颜色一样的 VC 片，然后将瓶子放回到了原位。直到严子婷再次进来的时候，我都在被窝里没有出来。严子婷问我今天感觉怎么样，让我试试新药，对我有帮助。
严子婷一进来就迫不及待地倒了杯水，然后就将我换好的药倒出了几片。我全身无力，视线模糊，也没看清她掌心里是几片药，就被她塞进了嘴巴里。一杯水灌下肚，严子婷让我好好休息，说明天带我去复查。说完，她就走了出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被她喊了起来。一番洗漱后，被她开车带着前往了齐大夫的诊所。一进诊所就是扑面而来的消毒水的味道，以及空气中混合着的各种药剂的味道，呛得我不断的咳嗽。齐大夫淡淡一笑，让我坐椅子上。我知道他们又要给我催眠了，但我无法反抗。躺倒椅子上后，再次出现在眼前的依旧是那个钟摆，以及不断传进我耳朵里的钟摆摆动的声音。装有液体的瓶子放在我的鼻子下，这次里面装的液体换成了蓝色。我迷迷糊糊再次陷入了沉睡之中，耳边若有似无地响着齐大夫的声音，他似乎在询问我一些问题。我不受控制的开口，缓慢地回应着。此时此刻的我也不知道他们问的是什么，而自己又回答了什么，直到脑海中突然一抹声音响起：不要相信他们，不要闻那个味道，不要听他们的声音。这声音就像是由远及近一般，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之中，与齐大夫的声音似乎在不断的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。我头痛欲裂，脸色煞白，不断流下的汗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打湿了我的衣服，直到脑袋阵阵剧痛袭来，我猛地惊醒，大口大口喘息着，才发现自己依旧置身于药味浓烈的诊所之中。一旁是严子婷和齐大夫严肃的目光，我只觉得毛骨悚然，挣扎着要从椅子上起来，却被齐大夫快速地困住了手脚。我大喊：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想要挣脱枷锁，却发现自己的力气在逐渐的流逝。齐大夫一声令下，喊着镇定剂，严子婷快速地递过来了一根针管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打在我的身上，酥酥麻麻，很快我就昏睡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四周都是白墙，两旁满是柜子，几张病床摆在其中的昏暗病房之中，而病房门外依稀传进来人声。我被他们绑在病床上动弹不得，只能费力地竖着耳朵听，但又听得不真切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被打开了，走进来的是两个身穿白大褂、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。他们将我从病床上解开，拖下了床，似是连扶带拖地带了出去。紧接着就是一条昏暗的走廊，走廊的尽头是一间空旷的房间，里面只摆放了一个躺椅和2张沙发，零散摆放在旁边的几个柜子上都放着不同颜色的药剂。我只觉得视线模糊，进了房间后被人重重地摔在了躺椅上，紧接着四肢就被人绑在了躺椅上，整个人躺在上面，听着耳边的铃声，再次陷入了沉睡之中。我知道他们又在给我催眠了，这次脑海中那个不断在提醒着我快逃的女人的声音渐行渐远，而我自己的脑袋也逐渐发沉了起来。直到我再次醒来，我才惊讶地发现我又回到了我的卧室里。在我昏睡的这期间，他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事儿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手臂上清晰可见的阵眼让我脊背发凉。此时此刻，严子婷就睡在我的旁边，已经是午夜，我一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看着严子婷那副看起来十分贴心的样子，让我心里发毛。我警惕着她，她给我准备的早餐我一口没动，直到她去上班，我再次去了她的房间，依旧是一无所获。直到我进了她的书房后，她柜子里的东西让我惊得说不出话来，除了一些心理学的书以外，还有很多本医学药学的书籍。据我对严子婷的了解，她不管是工作的性质和平日里的生活，根本和这2种东西沾不上边。那她为什么又要看这些书籍呢？我带着疑惑，顺手翻开了一本书，翻看了几页后，有一页被人为的折了个角，就像是书签一样，似乎在标记着什么。而这一页的内容正好就是关于催眠的方法，以及平日里一些容易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的植物介绍。我一愣，脑子轰的一下就出现了一个画面，是我卧室里一直被摆放在桌子上的一盆并不起眼的东西。我赶忙跑回房间，看着那盆被严子婷一直都精心照料的花，心中毛骨悚然。生活了几年的枕边人，居然真的想害死我。那容易置换的盆栽，当初便是严子婷送我的，在我房间里100就是几年，从未想过有一日会成为险些害死我的东西。我心一横，当即就抬手打翻了它，并且将花踩了个稀巴烂。为了避免被严子婷起疑心，我拿起了破碎的玻璃碎片，自己划伤了手，这样就算他问起来，我也可以说是不小心打翻的。将碎了一地的东西清扫了之后，我便将那株被严子婷进行过伪装的曼陀罗扔到了外面的垃圾桶里，紧接着就再次回到了房间里，重新打开电脑。我开始翻找电脑里任何被我遗漏掉了的线索，直到我登录了一个自己许久都未曾登录过的邮箱。那是一个我多年前创建的小号邮箱，当时只是为了写一写日记日志，用来发泄我无法对外人言说的顾虑。可是当我再次登录上去之后，
我发现这邮箱对外发送了不少的邮件，我明明很久没登录过了，甚至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有多久了，怎么会给别人发送邮件？难道是有人用了我的小号？我疑惑着，点开了已发送过的记录。可是当我点进去之后，我整个人都傻眼了，一封封匿名邮件，接收人正是我自己的大号邮箱。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，脑海中似乎被我遗忘了很重要的事情。可无论如何，我都想不起来，到底是谁用我废弃了许久的小号给我自己的大号邮箱发邮件，还一直提醒我防着严子婷，对方肯定知道一些我自己不知道的秘密。想到这里，我拿出了手机，联系了我的一个老同学。电话接通后，对方率先传来了一阵打哈欠的声音。当听到是我之后，才突然来了精神。萧峰问我怎么想起联系他了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打扰他了，我想请他帮我个忙。萧峰说咱俩谁跟谁啊？我的忙他必帮，要不约个地方见个面，详细聊聊。我说那就校门口的那家咖啡厅吧。萧峰是我高中以及大学时候的朋友，高中的时候就玩得来，大学又考到了一个学校，说不是缘分都没人信。大学的时候我俩又进了同一个社团，算是在众多同学中关系比较好的，只是出了社会后联系的次数就逐渐的少了。收拾了下东西后，我便出门打车前往了约好的地点。到了咖啡厅后，就看到老地方老位置上萧峰已经到了，他还提前给我点好了我喜欢吃的甜品，只是这段时间我一直没什么胃口，看到那摆在面前的甜品也没什么兴趣。萧峰看到我的第一句话中带着一丝丝的心疼，说我这么久不见都瘦了。我扯出一抹淡笑，随口说瘦了好，不再像当初的那个小胖子了。萧峰说我当初也不胖啊，有点肉肉也挺可爱的。萧峰一直都很嘴甜，经常哄得小姑娘心花怒放。我笑他这么多年了都没变，还那么油嘴滑舌。他嘿嘿傻笑，然后便开始询问我找他帮什么忙。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说了说，然后拜托他调查下我那个小号邮箱给我发匿名邮件的时候所用的 IP， 顺便追查下地址。萧峰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。他是个电脑天才，第二天就给了我答复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当我再次坐在咖啡厅内，听到的结果让我整个人陷入到了匪夷所思之中。我问萧峰说，那个邮箱的使用一直都是在我家吗？萧峰说是的，他追查到了2年前，我的那个废弃邮箱使用率逐渐频繁，使用地址是我家的 IP， 说明是在我家。我说这不可能，我家里就我和我老公2个人，没人会用那个邮箱的。我直接否定了萧峰的话，但是看着萧峰那认真而又担忧的模样，我又不得不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。看到我无助又无奈、不知所措的样子，萧峰开口给了个提议，问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方不方便带他去我家看看我的电脑。我犹豫了片刻后，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。毕竟这事儿一直挤压在我心头，不找出个真相，我只会寝食难安。好在晚上严子婷要开会，回来的会很晚。我和萧峰一路赶往家中，一进家门便朝着我房间走去。进了房间后，萧峰先打量了一番房间，然后才开始翻看起了我的电脑。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后，萧峰问我家里还有其他电脑吗？我说有，不过在我老公的书房。我带萧峰进了我老公的书房，2台电脑摆放在桌子上。萧峰启动了2台电脑，一台设有密码，一台没有密码。萧峰是个电脑天才，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位黑客。他迅速地破解了密码，将2台电脑中的所有程序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萧峰说不可能啊，那邮箱的 IP 地址就是我家，绝对不会有错的。萧峰陷入了沉思，我也在一旁陷入了沉默，直到脑海中闪过一丝画面，忽地开口问萧峰手机需不需要看，我家里有几个好久没用的旧手机。听我这话，萧峰忽地来了精神，只见他赶忙点了点头，我便带着他去了1楼的杂物间。杂物间里堆放着的都是这几年淘汰下来的物件，一些有着重要意义的东西，舍不得丢，就都会存放在这里。我打开了尘封许久的房间，扑面而来是浓烈的灰尘味，我和萧峰都忍不住咳嗽了2下，然后便开始在储物间内翻找了起来。片刻后，我在一个角落的箱子里发现了一部旧手机，我看着那旧手机十分的眼熟，紧接着便头疼了起来。见我头疼，脸色难看，萧峰快速上前问我怎么了，没事儿吧，并且搀扶我坐到了一旁的旧沙发上。我摇了摇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试着将旧手机开机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么久了，这手机还有电。进入了手机界面之后，我就看到上面明晃晃的一个邮箱 app 的快捷方式，我脑子嗡的一下，整个人犹如晴天霹雳。这图标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就是我自己小号邮箱所用的 app。我颤抖着手点开了那个软件，竟然根本不用输入账号密码，直接自动登录了我的小号邮箱账号。我原本就瘫软无力的身子惊得晃晃悠悠，萧峰赶忙扶住了我，拿过了手机，仔细端详着，
然后又翻看了那邮箱里的内容。萧峰说就是这个了，邮件就是通过这部手机发送的，只是这手机现在是谁在用？我说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这手机已经放在这里2年了，不可能有人使用的。我像是发了疯似的从萧峰手里夺过手机，整个人身子不断的后退着，双腿打颤，直接撞在了旁边的架子上，架子上的东西被我撞得散落了一地。我看着那手机，思绪快速的回到了几年前，这手机是我老公当年送给我的礼物，那时的我们还很穷。几年前，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与严子婷相恋，被赶出了家门，一穷二白的我们租在不足10平米的地下室内，吃着1块钱1包的方便面，偶尔添点风味，是5毛钱的榨菜。那段日子苦不堪言，但是所幸苦尽甘来。严子婷跟随朋友做生意，逐渐有了起色，我们的日子也好了起来。而这手机便是严子婷给我买的第一个礼物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家里来的电话，父亲病逝了，而我连他最后一面也没看到。回去家里的那段日子，每天都是家人和亲戚的冷眼，他们恨我跟一个穷小子跑了，气病了父亲，更恨我有钱了之后不回来照顾父亲，以至于父亲的病情加重。对此我心生愧疚，却又无法面对家中的其他人。母亲因为父亲的去世落下了心病，由妹妹照看，我只能再次离开了家。虽然这些年跟严子婷过着幸福的日子，可是娘家的事情一直都是我的心病，所以每次看到这手机的时候，自己的心里就百感交集，只能将其封存在了这杂物间中。过了这么久，再拿出来，看到上面居然有给我发送的邮件，让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。听我叙述了之后，萧峰在一旁无奈叹了口气，却一直沉默不语，走到一旁抽了根烟，待到一根烟抽完后，他才转身走了过来，拿过了手机，开始研究其中邮件所蕴藏的秘密。萧峰说，这邮件既然是通过这部手机发给我的，说明对方和我很熟悉，甚至是我的亲人，问我有没有什么人有机会碰到这部手机。听到萧峰如此询问，我摇了摇头，我说家里就我和子婷2个人，我不碰，他更不可能碰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实在想不到还能有谁会有机会碰到这部手机。看我没有思绪，萧峰提议把手机拿回去研究，让我等他的消息。我同意了，并且在严子婷回来之前送走了他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严子婷不断地给我拿回来了新的药剂，说是阶段性换药，还提了几次要带我去复查。我知道他和齐大夫肯定又在计划什么了，所以我拒绝了严子婷的提议。直到几天之后，萧峰再次联系上我，说他发现了邮件的秘密，要见我。我才再次找了个严子婷不在的时候出了门。这一次我们约在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一个位于商业街的星巴克。刚一坐下，就见萧峰将手机放在了我眼前，并且将他的笔记本电脑转向了我。萧峰一副严肃的样子，说我可能想不到。他提取了手机上的指纹，发现了一件事儿，听得我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。我压低声音问什么事儿。萧峰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开口说这手机上只有1个人的指纹。他欲言又止，我等不及催促，我问谁的？萧峰说是我的。我问他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了萧峰的话后，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双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歇斯底里。周围的人纷纷看了过来，眼中有疑惑也有厌烦，我自然是无法顾及到的。毕竟这个消息不光邪门，甚至犹如晴天霹雳。见我如此激动，萧峰赶忙拉住了我的手，低声宽慰我，让我坐下慢慢分析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重新落座了之后，整颗心却反而悬得更高了。我问萧峰，这意思是邮件是我自己发给我自己的吗？虽然不愿意想到这种离奇的事情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。萧峰听了后低下了头，沉默不语，紧接着操作着电脑调出了一个视频，那是一个录像，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，显示时间是2年前。视频中我从家中离开，过了2个多小时才回去，我看得一头雾水。紧接着萧峰又调出了另一个视频，是我这2个多小时所出现过的地方，其中一段看得我人都傻了，是齐大夫的心理诊所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2年前我就会前往齐大夫的心理诊所，甚至还是一个人独自前往？萧峰说不止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萧峰快速地调出下一个视频，是我坐在我家1楼大厅的沙发上摆弄手机的视频。我家老早就装了监控，所以家里发生过什么都会被记录下来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也是2年前的视频。视频里我坐在沙发上，正用那部旧手机不断地操作着，似乎在打字。萧峰说他把我镜头进行了高清处理并且放大，让我看这里。萧峰操作着，将视频里我的位置放大了许多，紧接着镜头聚焦到了那手机上，熟悉的界面让我一时语塞。这不就是那邮箱的界面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。
怎么也想不通，2年前的自己为什么会用手机给2年后的自己发送邮件。我问萧峰，确定不是有人对视频做了手脚合成的吗？我依旧难以相信，问向了萧峰。萧峰摇了摇头，很是肯定地回答我说不可能，这些视频他仔细地分析过了，都是真的。而且他拜托他的朋友调取出了一些和我有关的资料，希望我看的时候能冷静一些。萧峰边说边从一旁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文档袋，递到了我的面前。我看着上面加密2个字，伸过去的手有些颤抖，缓缓地打开袋子，将里面的资料拿出来。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张我的证件照，紧接着便是密密麻麻的与我有关的病历资料。我整个人看得发傻，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在做梦，这是不是又是严子婷用了什么药让我产生的幻觉？我猛地推开资料，不敢再继续往下看，整个人都头痛欲裂了起来。抱着头的我缩在椅子上，口中不断的呢喃着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一旁的萧峰看到我的状态，关切地上前，可是头痛感已经让我无法正常的思考，整个人天旋地转，紧接着眼前一黑就倒了过去。昏昏沉沉的我只觉得耳边很是吵闹，但是沉重的眼皮让我没办法睁开。有人问怎么办，说我现在病情很不稳定，再不进行人为干扰可就来不及了。另一个人说他有试着将事情的真相告诉我，可是我好像很难接受。又有人说早就跟他说了，他这方法是行不通的。倒是旁边人的声音，此刻我听得很是熟悉，是萧峰和其大夫，他们在吵什么？和我有关的吗？我隐约觉得他们争吵的事情和我有着很大的关系，可是后面的对话却没办法再听清，传来的只有远离的脚步声和关门声。头重脚轻的我只能昏昏沉沉再次睡去。迷迷糊糊之际，只觉得一抹清香萦绕鼻尖，紧接着整个人就身处在了一片烟雾缭绕的地方，除了白色的烟雾，我什么也看不到。直到一抹声音传来，我循声望去，看不到人，但是声音却越发的清晰。那声音让我跟他走，说他带我逃出去，他们都是要害我的。他们是指我老公和其大夫吗？我缓缓抬起脚，整个人感觉轻飘飘的，那声音就像是有魔力一般吸引着我。直到我走出去了几步之后，突然一阵铃声从身后传来，有声音在喊我的名字，说我该醒过来了，我该正视真相了，让我醒过来，快醒过来。随着铃铛声越来越清晰刺耳，我抬起的脚也越发的沉重。我发现那个呼唤我的女生已经不知去向，而我自己更像是身处万丈深渊，难以逃离。只是那唤我醒来的声音还在继续，而我脚下的地面也快速的塌陷了下去，我整个人顺势掉了下去，伴随着尖叫声，我忽地睁眼，猛然之间到了另一个地方，熟悉的地方。这里是哪里？我看着漆黑一片的海面，阵阵海风吹来，整个人冷得发抖。紧接着狂风大作，原本平静的海面掀起万丈波澜。旁边熟悉的声音惊呼着，让我抓紧它，坚持住。我转头看去，只见游艇的边缘处2抹身影正搭在那里。昏暗的视线让我难以分辨2人的身份，只能一点点地往前挪动，直到走到2人身边后，我才能看到那2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，是严子婷。被他紧紧地拉住，垂在游艇外的人是我。一时之间，似乎尘封了多年的记忆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朝我袭来，伴随着那不断翻涌的环水，将我整个吞没。最终耳边只有我的哭喊，以及严子婷无力地说让我照顾好自己。随着巨浪的翻涌，游艇被冲出了海面，而我也彻底地陷入了黑暗之中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，2年前的记忆就像是打开了阀门一般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像是刚刚从水里被救出来一般。而脑海中是严子婷临死前挥之不去的脸。原来我的老公严子婷早在2年前的海难时，为了救我葬身在了大海上，而我从此也落下了心病。萧峰在一旁抓着我的双肩，不断地摇晃着，喊着我的名字，问我怎么了，看向我的眼神心急如焚。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，脑海中的思绪还在不断地滚动着回忆。自从我知道自己患了心理疾病后，就多次提醒自己事情的真相，然而却越陷越深。为了避免自己彻底忘记了真相，一直被幻想出的严子婷囚禁，我自己用手机编辑了未来2年的邮件，设置了定时发送。这一切的一切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解脱，却没成想险些成为了牢笼。一旁的齐大夫看到我的样子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推了推眼镜，似是如释重负一般，说看样子人为干预有效果了。从齐大夫的诊所出来之后，是萧峰送我回的家，家中早已经没了严子婷的身影，因为我已经想起了所有事。看着我憔悴不堪的样子，萧峰提出了要留下来照顾我的想法，我同意了，并且也同意了他提的给我换药的提议。看着他温柔的笑意，我恍如隔世，就好像他才是我的老公一样。萧峰让我好好休息，
说过2天他会带新的药过来给我。萧峰将我扶上了床，在我的额头上轻轻的一吻，便走了出去。在他关门的一瞬间，透过微弱的光，我看到了我床头柜上摆放的药瓶，以及重新摆放好的花盆。如果之前的都是我的幻想，那这些药和这花又要如何解释？或许整件事情背后的真相依旧深埋在海底，随着严子婷的死亡一并被埋藏了。3个月后，我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。每天早上，我会准时起床，给自己做一顿简单的早餐，不再是那些被下了药的汤药，而是真正的白粥和小菜。齐大夫每周会来一次，给我做心理疏导。他说我的恢复情况很好，已经能够正常面对现实了，那些幻觉和噩梦也渐渐离我远去。我开始重新联系家人，给母亲打了电话，告诉她我一切都好。母亲在电话里哭了，说这么久没联系，她一直很担心我。我告诉她，我很快就会回去看她。我知道他们其实一直都在等我回去，只是我把自己封闭了太久。我开始重新工作，之前因为病情，我辞掉了工作，现在我要重新开始。虽然一切都要从头再来，但我并不害怕。我知道这是新生活的开始。萧峰帮我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平面设计师，这是我大学时的专业。虽然生疏了，但我很快就重新上手了。同事们都很友好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，这让我感到轻松。每天下班后，萧峰会在公司楼下等我，我们一起回家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视。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美好，但有时候我也会想起严子婷，想起我们曾经的日子。我知道这很正常。齐大夫说，怀念过去并不意味着无法开始新生活，重要的是要学会与过去和解。半年后，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步入正轨，我搬出了那栋房子，租了一个小公寓。萧峰说，他理解我的决定，也支持我。他说，他希望我能真正独立，真正快乐。我开始学习新的东西，报了瑜伽班，还学会了做各种美食。我的朋友圈也重新活跃起来，和朋友们一起逛街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旅行。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些诡异的邮件，想起那些被催眠的日子，想起那些恐惧和不安，但我知道那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的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过去，也能够勇敢地走向未来。萧峰偶尔会来看我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。他说他愿意等我真正准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很温暖。也许有一天我会真的准备好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生活，好好爱自己。这是严子婷希望看到的，也是我自己想要的。窗外的阳光正好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海，那里曾经埋葬了我的过去，也埋葬了我的爱情。但我知道生活还要继续，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了。